Hello， 大家好，我是 Gone， 欢迎大家关注最新内容。Gone 说点啥频道主要做关于去人去世、探索未知的内容。本期我们来讲关于黄金的历史和故事，了解下我们日常尚未注意的黄金知识。整体会按照时间的进度来进行探索，由远古至现代，发现其中有趣的故事，了解黄金在世界历史上都扮演了什么角色，何时确立了其货币属性。大家可以边看边想一个问题：《红楼梦》中的吞金自尽是什么原理？内容会最后给大家揭晓。老规矩，大家踊跃点赞订阅，点亮小铃铛，关注最新内容。远古时代的黄金，黄金如今被高度关注，在于其货币属性的稳定价值。人类为了资产保值进行投资，都说盛世黄金，乱世古董啊。如今世界上的主要的黄金生产地包括南非、美国、澳洲、中国、俄罗斯及秘鲁。世界上最大的黄金产地是南非。有考古研究发现了，在旧石器时代就曾出现金矿挖掘的遗迹，更是产生了一座远古时代的大都会。研究人员在南非一个主要矿业公司已经废弃了的古代矿井里发现了石头制品和残存的木炭，以此推测矿区的建立年代大概在公元前5万年到6万年之间。现代我们对人类和地球历史也在不停的探索。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智人分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与直立人做区分，相信是在20万年前或更早时期在非洲某处诞生。最古老的智人化石可以追溯至16万年前。大家要注意了，相当巧合的事情出现了。现代随着黄金的不断开采，我们人类在南非的约翰尼斯堡附近发现了那座刚才提到的16万年前的远古大都会，这些都记录在非洲祖鲁族传说中。那么那个时代的人类为什么要开采黄金？谁教会了人类开采黄金？这些远古人类开凿的竖井深达50英尺，也就是15.24米。人类发展直至3万2000年前，才出现人类拥有更复杂的信念的证据，如早期的克罗马农人 Cro-Magnon 可能有魔幻和信仰组成的洞穴壁画，或许真是苏美尔人所说的外星人奴役古人类进行开采也说不定。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3世纪，接着早在6200多年前的石器时代，保加利亚原始人已经开始加工黄金。在公元前2600年，埃及象形文字中就已经有了黄金的描述，已知最早的地图是在公元前1320年的杜林纸草地图 Turin Papyrus Map。显示了金矿在努比亚国的分布及当地地质标示。原始采矿方法包括放火。公元前1200年的查文文化已经开始以黄金打造装饰品。公元前700年，吕底亚，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地区以银合金制作合金的形式制成钱币，可以说是首个铸成货币的国家。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400年间，中国、楚国流通金币。另外还有古希腊在中东、地中海地区、直布罗陀、小亚细亚、埃及等地进行黄金开采，用以制成首饰，例如阿伽门农的面具和戒指等。古罗马人又发展出水力采矿的方法，由公元前25年跨越到了公元150年。公元3世纪至18世纪、3世纪至12世纪期间，东罗马帝国初期，黄金打制的技术提升到了一个高峰。此后经历一段没落时期，直到法蒂玛王朝时期，黄金首饰打造技术和数量再次复苏。14世纪至16世纪之间，非洲的马里帝国以其拥有大量黄金而闻名，而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王室和教会对于黄金装饰的需求量巨大。可以说，更多的时期中，黄金是作为稀有功能性珍贵材料使用，尽管值钱，但货币性质尚未完全体现。19世纪至今，19世纪在世界各地兴起了淘金潮，有金矿发现的地方便会发生，而此阶段自英国到美国，加速了黄金的货币性质体现，逐渐形成了金本位制。世界上许多主要币种都按每盎司黄金的固定价格与黄金进行兑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明定1盎司黄金价格固定等同于35美元。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数次的美元危机使该体系动摇。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而在1968年之后，形成了2种价格机制，黄金仍然在用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价格进行处理，另外形成了价格自由浮动的私人市场。直到1975年，这2种价格机制被废除，此后黄金价格完全由自由市场控制，各中央银行仍然持有历史因素的黄金储备保值。纵观历史，从远古时期浅层地表便可随处可遇自然金的状态，过渡到现代，估计表明
人类历史上大约开采了197576吨黄金，其中大约2/3是自1950年以来开采的，约占全球可采储量的77%。地球表面蕴含黄金最多的地方在海洋，估计总储量在100亿吨左右。算下来，平均每立方千米的海水中大约有730千克黄金。最大的障碍是，至今没人找到从海洋中提炼黄金的有效方法。而在一颗叫爱神 Eros 的小行星上，至少有4000亿吨黄金。人类的眼光果然长远，地球上限制了我们就冲向宇宙。黄金的历史独特地位，相较于新时代产物数字货币而言，黄金的地位是建立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基础上，这点很重要，也许真是被外星人给灌输的吧。尽管上期提到了比特币正在挑战黄金的地位，但并没有完成挑战，黄金还是公认度最高的保值品，而且目前足够稳定，除非未来某一天所有人更改了认知，全部抛弃了黄金，使其变为单纯的功能性稀有贵金属，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好任何新时代的产物，毕竟时代在发展，但永远要评估风险，分摊风险，3到5个篮子，相信还是可以分得开的。该是解密吞金自尽的时候了。不仅文学作品，历史记载1895年，镇守威海卫陆路南方炮台的清军将领戴宗谦，在其兵败后吞金自杀。明史列传一后妃宦官张隐吞金自尽。相信大家也有人知道，纯金在进食时是无毒性及非刺激性的。金在欧洲联盟已经被准许为一个食物添加物，但是古代存在冶炼技术不完善的现实，致使黄金提炼过程中混入其他重金属，比如汞、铅，这些可是具有相当大的毒性的。而发展到现代，纯金已经可以轻易提炼出来，所以金箔蛋糕、金色杜松子酒享用过程中无需顾虑，只不过也仅仅是好看的作用，毕竟金的属性极不活跃。大家有特别感兴趣的内容类别可以踊跃留言，我可以有方向的去搜寻相关内容，或者单独拿出来进行解读。就像目前的 Pi Network， 其实 GON 是由 Pi Network 的点进行了散发，由派散发到了黄金、比特币，才有了本期内容，包括还在酝酿的苏美尔人故事。不管如何， GON 希望通过本频道分享出有趣有益的内容。有关于 Pi Network 的内容还在构思中，先听听故事当作放松吧，多了解些总不会错。本次内容分享到此结束，我是 GON， 各位下期再见。